Hello， 大家好，我是 Ian， 欢迎来到2024 Dan Cup。顾名思义，这是一场阿丹以自己多年征战国际赛的经验所设计出来的比赛，目的就是要提升台湾车友跟选手的实力。今年的 Dan Cup 同时也是亚洲耐力系列赛 Asia Enduro Series 的其中一站，其他分站还包括斯里兰卡、南韩、印度等国家。因此，除了台湾选手之外，还有另外10个国家的选手参赛，各种项目总人数365人。这次还邀请了捷安特 UCI 职业车队 Giant Offroad Team 前选手，来自哥伦比亚的 Marcelo Gutierrez。不过 Marcelo 自在与大家同乐，参加比赛却不计排名，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经验和技巧跟大家分享。这次的 Dan Cup 从桃园移师到宜兰，素有台湾登山车天堂的野托邦山区举行。为了把赛事提升到国际赛水准，在野托邦原本的山猪线、山羌线、木线之外，另外规划了4条新路线，并且在赛前几天才公布。这种几天前才公布路线的安排，其实是 UCI 耐力赛的规则，目的就是要降低在地选手对路线熟悉度的优势，让外来选手和在地选手尽量处在相近的条件下出赛，并且体现出耐力赛考验选手临场判断几乎盲棋的真功夫。参加 AES 组的选手必须面对6条计时下坡赛段的挑战，在每一个计时赛段之间，选手必须自行爬回下一个赛段的起点。因此，除了要拼下坡之外，还必须完成累计约1200公尺的爬升。正赛当天，所有选手必须从山下的主会场骑上山。虽然早晨7点的气温就已经让人很有感，但是选手们仍然还有参加嘉年华的愉快心情。经过240公尺爬升后，来到第一站 A 线 Fourier Stage， 长度970公尺，海拔落差157公尺，是野托邦原有的山羌线。选手依照昨天排位赛的成绩依序出发。A 线沿着3棱线进行，途中有许多大直线，紧接着边坡急弯，路面还有许多小石块，整体考验选手入弯速度和压弯角度的搭配。但因为比赛要进行7个多小时，所以选手大多采取保守的节奏，将战力平均到一整天的比赛。Go go go！ 注意啊，注意啊！加油！跑的还不错，但我觉得可以骑得更我自己的，但路线很 beautiful。有一个很快的直路啊，然后有一个右拐，然后刷到了，但是没事，挺好。妈妈走れました。頑張ります。结束 A 线，男子不分龄组以张佑伦领先，女子不分龄组以周佩妮领先。50岁以上的 Lexi 组以日本选手 Toshihiko-san 领先。人数众多的35岁以上 Master 组以庄定荣领先，21岁以下的 U21 组以辜少伦领先。经过了短暂40公尺的爬升，选手很快来到 B 线 Chip Park 站，这是最短的计时赛段，长度只有370公尺，落差48公尺。虽然长度非常短，但是秉持 Dan Cup 一贯的机车精神，是一定要加入弄你的元素，同时也让外国选手体验一下台湾的在地风味。一离开起点，选手就必须通过数个180度的回头弯，这让加速和刹车的组合变得异常困难。往往一个弯没处理好，后面就难以流畅连接，心率也会直线飙升，消耗大量体力。最后 B 跟 D 阶的那个贡献就是看抓地力蛮好的，感谢天气，对，所以就稳稳的没有摔车这样子。我就是整路我不穿卡踏，直接就是一路放脚到底，左右的脚一直换，非常忙。前轮插到快倒之前救起来，然后再踩踏，反正阿丹很急啊。因为我的车有点大，所以转弯比较辛苦，对，但是很好玩，真的很好玩。D-line so sketchy, man. I didn't expect the trail.
but it was fun. Enjoy you, Dankap. 结束短暂却恼人的 B 线，各组领先选手不变，但整体排名有所波动。尤其是在人数最多的不分龄组和 Master 组，中段选手排名大幅异动。选手再度爬升240公尺，进入 C 线 RST 站。随着时间接近中午，气温更进一步上升，陡峭的水泥浓路更让汗水狂飙。几乎所有的选手都是推车回到起点，深切感受到 Enduro 赛的困难。So far so good. The uphill is steep. It's very hot. And my water is already a long time finished. C 线全长2540公尺，海拔落差214公尺，这是野托邦原本的山猪线。整体路况和 A 线类似，但是多了几个较高的土坡，选手可以选择飞越或绕过。就在体力逐渐下降时，就要非常谨慎处理。其中最大的飞坡，甚至需要在空中转换方向，才能顺畅连接下一个边墙右弯。仅有少数的选手有办法利落处理。现在才一半而已，公里数好難串。我已經虛脱，然後吃的東西，然後又餓了。暑いです。で、レースコースも面白くて楽しいですね。あまり日本にない難しさがある、そんなコースです。台湾最高。才刚上来就要讲30秒，脑袋还不够清楚，所以建议一下去考我的空场。结束西线，不分龄组排名再度洗牌，第二领先者从日籍 Hiroshi 桑变成刘子琪，女子组第二也由蔡继林变成日籍的 Miho 桑。Master 组的第2名到第4名也出现了变动。C 线结束后是较长的中午空档时间，不知道是爬了240公尺陡坡的疲劳，还是午餐便当饭气攻心。D 线起点气氛安安静静，已经完全不是上午欢乐的气氛。D 线 Fox 站总长度1490公尺，海拔落差250公尺，是这次 Dankap 的大魔王站。这是条全新开设的路线，所有人都不熟悉，陡峭的地方更陡峭，土坡飞跃的距离更远，乱石树根段落更多。选手在体力下滑的状况下，多数采取更保守的方式应战，以确保人身安全。不分龄组前段班的选手，在最大的飞坡，仍然都还是采取直接飞跃的走线，因此进一步加大成绩领先幅度。还不错啊，可以，还不错，讲的有点心虚啊。プラクティスはマーティーでツルツルになったんだけど、今日はサニーでドライでコンディションで気持ちよかったです。还是要骑车要练车啦，不然遇到的时候就没力了。热，非常的闷，体力非常不够，路线非常的困难，还算掌控范围内啦，就继续保持这个状态。那黑线刚刚稍微的有一点小小失误，后面的2站啊，再把它稍微的保守一点，不要太吹，就是顺顺的一样去拼这个秒数回来。10秒。最困难的D线结束，亚洲区老将来自香港的崔敬明以积极的走线攻势排名提升。
Master 组部分选手因为失误，只得名次后移，其他组别的排名则大致不变。接下来的一线位于另一个山头上，选手一样得自力到达起点。比赛至此，几乎没有人能不落地一路骑上山。持续的高温和高湿度，让许多人就地倒下休息。Marcelo 也不禁怀疑，台湾人怎么有办法在这样的状态下骑车，实在是太痛苦了。Wet and sweaty. That's how I feel. I'm excited. It's been beautiful. It's been a crazy experience. I would say it's been a surviving adventure, but it's been challenging and cool. And the people, like, it's beautiful to see how friendly everyone is, and the scene, and the bikes, and everyone is just trying their best and being nice. It's cool to see, like, that everyone that loves bikes will still have that same passion, and it connects us.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ere you are from. 一线 Giant 站全长1030公尺，海拔落差108公尺，是野托邦原本的木线。这条线路径流畅，只有在最终段有乱石，其他部分路面平坦，算是给了选手一点喘息的机会。整路如果能发挥胖场技巧，就能节省不少体力。结束了佛心的一线，所有组别排名都没有变化。想要再一步提升成绩的选手，就只剩最后一条路线可以把握。G 线 TRP 站长度2021公尺，海拔落差214公尺。G 线前半段和 C 线共用，后半段转入主会场所在的富森里山园区。在 G 线终点前，阿丹特别将城市下坡赛的元素融入赛道设计，选手必须穿越长楼梯、开阔陡降，最后还可选择3种走线通过终点。不少选手在最后选择落差飞入终点，就算不争名次，也要抢画面。结束G线后 ，Dan Cup AES 组比赛终于结束。不分龄男子组由全程领先的张佑伦取得冠军，女子组的周佩妮也是以压倒性的实力拿下冠军。Legacy 组由 Toshihiko 桑拿下 ，Master 组则由庄定荣取得胜利。U21 组冠军则是辜少伦。今年的 Dan Cup 虽然没有出现以往逢单必下的泥泞女战，但却是截然不同的挑战。选手在超过30度的高温、80%以上的湿度，完成了1200公尺爬升和6条具国际水准的下坡赛道。第4届的 Dan Cup 就已进化至此，那下次又会是什么样貌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